你回来了，怎么不打个电话呀？婷婷睡了。哦，我妈哄睡着了。你怎么穿着鞋就进来了？赶紧去洗个澡吧。昨天我没回来，肯定没洗澡吧？身上都臭了。小雪，你坐，我想跟你聊聊。你说吧。你觉得咱俩就这么过下去有意思吗？没意思。那你觉得咱俩还有必要这么相互折磨下去吗？我没折磨你。你没折磨我，你没折磨我。昨天你跑到我们昨单位去，天是我不对。你真这么想？我不应该跑到你单位去，让你没面子。我应该给你解释的机会，是我太冲动了。你真这么觉得？昨天的事情，确实是我不对。小雪，你这么说，我真没想到。其实我也有错。买房子的事泡汤了，我早应该告诉你的。但是我知道你是怕我不高兴，我妈都跟我说了。哎呀，其实包括之前的事，我都能跟你解释清楚的。光明，以前的事情，你有你的错，我也有我的错。但是我现在就想问你一句话：你还想不想要这个家？现在，如果说咱俩接下来能一直都像现在这样，我当然想过下去了。只要你别再对我疑神疑鬼的。我疑神疑鬼是因为你老骗我。那我也不是诚心的呀，你都说了，你也知道我是怕你伤心嘛。可事实上你就是骗了我。好了好了，互相认个错，以后改正，听见没有？你能改正吗？我能改，问题是你能改吗？一起改嘛。妈提醒你们一句啊，以前发生的所有事情，一句话都不许再问了啊。光明不是说了吗？房子就不买了，不买就是好事儿啊。明天去把复婚的手续给我办了，好好的日子好好过。哦，光明啊，不早了，妈要回去了。啊。你身上什么味儿？什么味儿？你昨天晚上没回家，你去哪儿了？我在办公室。一个人？当然是一个人。那你身上香水味怎么回事？你说实话，你到底去哪儿了？我昨天晚上去酒店。你有没有句实话？一会儿酒店，一会儿办公室，你到底去哪儿了？我昨天晚上喝多了，我去酒店睡了一晚上。你说，你是不是跟那个女的在一起？你们是不是去开房了？什么开房？我就是去睡了一晚上。许光明，你还要不要脸？你是不是人啊你？我就不要脸了，我不是人，你满意了吧？你们要干什么？老毛病又犯了。你什么事情你问问清楚啊！问清楚，妈，你问他，你问问他，身上香水味哪来的？他从来不用香水，他解释得清楚吗？你
一会儿办公室，一会儿酒店，你到底去哪儿了？你是不是拿着钱去养小三了？你放屁！许光明，你还记不记得你家里有个老婆孩子？你还记不记得我是谁？我记得，我记得你是我前妻，我记得咱俩已经离婚了。姥姥，爸爸是坏人吗？那妈妈是坏人吗？他们如果都是好人，那为什么总是吵架呢？王老师说，好人和好人就应该相亲相爱，只有碰到坏人才坚决做斗争。你爸爸妈妈呀都是好人，那为什么他们总是吵架呢？来，过来，姥姥告诉你一个他们为什么要吵架的小秘密，好不好啊？但是你要替我保密哦。好。假的。假的？因为你的妈妈呀是个演员，她要去北京演一个音乐剧，她扮演的就是一个又生气又失落的母亲。她一直找不到那样的感觉，因为我们的家里是那样的和睦，婷婷那样的听她的话。那是爸爸给她出了一个主意，说我们就假装吵架，他们以后吵得越凶，妈妈就越能找到感觉，那个戏呀，你就会演得越来越好。假装的？就像我和牛牛玩过家家。是，他们就像过家家。妈，这2天都住在哪里呀？在办公室凑合了几宿。妈，这些天你还好吧？你说你不好，我还能好吗？妈，我知道我跟小雪这事让您添堵了，对不起。我明白您是想让我跟小雪再回到从前，可是妈，我们回不去了。为什么？妈，我们俩现在就像是一艘远航的船，而船底已经千疮百孔，都裂缝了，还能再走长久吗？即便今天不离，以后也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儿。想过没有？沉下去的船上还有你的孩子，孩子怎么办？想过，就是因为想过婷婷，才真正下了决心。而且，我也真的受够了妈，不想再受这个憋屈了。事实上，我也到今天才想明白，我不能一味的再这么让她下去。
我越让他，只会让他更加得寸进尺。妈，这些年来你怎么对我，我心里特别明白。我对你没有任何意见。可是我跟他，我真的彻底死心了，真的对不起妈。太自私，都太自私。作为一个孩子的父亲，想没想过一个孩子的感受？下个礼拜是婷婷的生日，打算让她怎么过？光明，让孩子年年有一个快乐的生日吧。就算妈